各位朋友，大家好。大概是在2001年，有一部非常火爆的电视连续剧叫《康熙王朝》，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主演是陈道明，里面的主题曲叫《向天再借500年》。这部剧中呢，有一个英雄的人物，他的名字叫施琅。20年以后，又有一部剧，就是去年播出的《天下长河》，里面也有施琅的形象，当然了，也是正面的。在这两部剧中，施琅都是配角，但是在2006年，也就是在这两部剧中间，还有一部剧则是浓妆重彩，歌颂的就是施琅。剧名呢叫《施琅大将军》，是在央视黄金时间播出的。这部剧呢，可能大家不太熟悉，因为收视比较差。这3部剧的播出以及随之而来的评论、歌颂、赞扬，成功的在他去世了几百年以后，实现了历史形象的逆袭。其实在史学界，即使是在1990年以前，施琅的形象还都是负面的，但自90年以后，他的形象逐渐的开始转正，实现了从汉奸到民族英雄的巨大转变。看到施琅有这么大的变化，有些人就已经坐不住了。比如说吴三桂，他马上表示，我当年引清兵入关，而施琅是引清兵攻台，我们2个人当年都是汉臣，当年的对手都是自己曾经效忠的大明朝，我和他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施琅成了民族英雄，而我则成了汉奸？虽然后来有人在我身上加了一个陈圆圆这样一个花边，但那也不过是增加了一些我的男人气概，我的形象并没有发生什么本质的变化。旁边的洪承畴也表示同意，说施琅他不过是率领着清兵收复了台湾这样一个弹丸之地，而我洪承畴可是帮助清军收复了南方的几个省啊！论功劳，我应该比施琅大。为什么施琅是民族英雄，而我就是汉奸呢？不过虽然吴三桂和洪承畴都发了一些牢骚，但是他们心里头还是多了一些期冀，希望有一天他们的形象也能跟施琅一样来一次逆袭。说起来啊，吴三桂跟洪承畴2人都没有白白的期待。果然没多久，就有一个叫朱建国的人写了一本书，叫《不与水合作》，其中提到了吴三桂，说吴三桂跟孔子一样，都是国际主义者。正是因为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才实现了关内关外都成了中国的。洪承畴也一样，他的家乡已经开始了说洪承畴是一代名臣，是人民的好汉奸。如果施琅成了民族英雄，那感到最尴尬的可能就是郑成功了。郑成功当年率兵打败了异族荷兰殖民者，占领了台湾。站在汉族人的角度，他无疑是一名民族英雄。我们现在称郑成功为民族英雄，更多的也就是强调这一点。但实际上，郑成功被称为民族英雄，更多的是因为他一直以来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反清复明。他为此付出了一生的努力。攻占台湾只是他这个雄伟计划中的一环，他是要将台湾作为自己的一个战略基地，他的最终目的还是反清复明。这一点呢，和辛亥革命的那些志士们是一样的，目标都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郑成功民族英雄的称号当之无愧。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问题来了，郑成功打败荷兰殖民者，反清复明是民族英雄，那么施琅率领着清兵攻占台湾，扑灭了南明的最后一点星火，他怎么也能成了民族英雄呢？在同一事件中对立的双方却都成了民族英雄，那么这样我们就不禁要问，他们到底是哪个民族的英雄？他们中谁是李逵，谁是李鬼？而且啊，施琅又曾经是郑成功手下的一员大将，一向是能征善战，屡立奇功。有人说是因为郑成功嫉贤妒能，杀了施琅的父兄，最后才导致施琅被迫降清。这样说无疑就将施琅摆在了一个弱者的地位，赢取了大家更多的同情。所以后来施琅率清兵攻打台湾，虽然说起国仇来，施琅会觉得脸很红，但说起家恨来，他的脸可以腾地变得更红。他可以义正辞严地说，此番我是为了父兄复仇而来。这多少让他的台湾之情有了一点当年伍子胥伐楚的感觉，怎么也算是英雄之举啊。
其实啊，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因素，施琅的形象已经不再是历史中的那个施琅，所以呢，我想有必要拨除那些政治因素，咱们来看一看历史中真实的施琅到底是什么样的，他是一个怎样的施琅，还是他是别的什么琅？施琅其人从小就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别人家的孩子，就是所有的父母都不希望这个孩子是自己的。估计施琅的父母也是这么想。施琅不爱读书，就爱打架，平日里舞枪弄棒，吃嘛嘛香，打谁谁疼。后来呢，他的叔叔施福根据他的这一特点，为他做了一个人生规划，找到了一个适合他长期从事的职业，就是海盗。然后叔侄二人就投入到了郑芝龙的麾下。很快呢，他们二人就得到了郑芝龙充分的信任。郑芝龙的主力部队中军就是由施福、施琅率领的，郑芝龙对他们也是委以重任。福建最重要的关口仙霞关就是由施福、施琅率兵驻守的。而当年清军大举南犯的时候，施福、施琅二人却以缺饷为名退守了仙霞关，使得仙霞关200里之内无兵驻守，清兵得以长驱直入，导致隆武政权直接垮台。再后来郑芝龙降清，施福、施琅二人也跟随强行，这就是施琅的第一次降清。可能有的朋友会说，他们二人降清是受到了郑芝龙的裹挟，并非是自愿的。但是呢，有很多的事实可以表明，他们二人降清是他们自己主动的行为，绝对不是被迫的。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呢，就是施福当时已经是郑成功最重要的谋士，降清这样的事情，想必郑芝龙一定会与他商量，也得到了他的赞同。而且从日后他们叔侄二人降清以后的积极表现来看，他们降清的态度似乎比郑芝龙还要坚决，所以不排除施福劝郑芝龙降清的可能。其二，当清军的主帅伯洛将郑芝龙挟持到了北京软禁起来以后，郑芝龙的很多部下都纷纷的反水，不再为清朝效力，他们有的投入到了郑成功的麾下，有的则干脆回到了海上，做起了他们的老本行海盗。但施福、施琅仍然留在清兵阵营中。如果他们当年是被动降清的话，此时应该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也最有理由重新回到明朝的阵营。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说明他们当年的行为并非是被动的。其三，郑芝龙被软禁以后，满清呢将他们叔侄二人划归到了李成栋部，归李成栋管辖。满清人显然没有把他们放在心上，并没有授予施福、施琅任何的官职，他们所带领的部队也没有任何的编制，没有编制也就意味着没有军饷。但就在这种情况下，施福、施琅二人仍然是卖命的为清廷作战，而且丝毫不顾惜他们现在的对手就是他们几个月前的袍泽兄弟。而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施琅晚年的时候曾经跟李光地说过这样一番话，他说当年的郑芝龙的部下们只习海战不习陆战，而且他们的妻小父母都是在海上，说这些人都是乌合之众，动辄离心，还说本朝兵初下，兵势锐，先生已立，如何能敌？由此可见，在他们二人看来，南明的军队是没有出路的，最后能够赢得天下的只能是满清。为了日后的飞黄腾达，他们这时候果断地将所有的宝都压在了清朝这一边，所以他们才会这样不计报酬地为满清效力。后来到了永历2年，永历2年呢，也是南明反清形势最好的一年。在这一年，江西的金生桓王德仁举兵反清，广东的李成栋也随即反清。这个李成栋，我想大家可能知道这个名字，没错，他就是嘉定三屠的制造者。当时他是进攻嘉定的清军的主将，同时他也是后来攻入福建的一支清军的主将。当年郑芝龙降清以后，他的老家福建南安县并没有因为他降清而得以幸免，清兵仍然攻入了南安，是烧杀抢掠。郑芝龙的妻子郑成功的生母田川氏就在这次兵乱中被逼自杀，而进入南安的清军中就有李成梁部。这恐怕也就是为什么虽然郑成功与李成栋都是同奉永历皇帝为主，但他们却很少能够合作，反而是经常相互的厮杀。其实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军阀之间相互征战、抢资源、抢地盘造成的，而是因为他们二者之间有着长期以来的私怨。
在郑成功看来，李成栋是逼死他母亲自杀、杀害他家乡父老的凶手，而不是一个战壕的战友。李成栋反了清，这时候施家叔侄二人就尴尬了。他们即使这时候想继续追随清朝，但已经不知道该去投效谁了。而且此时他们的处境是四面被围，李成栋不要他们，西东南三面都是南明的部队，他们只有向北回福建，而当时驻守福建的就是郑成功的部队。郑成功素知他们叔侄二人有勇有谋，所以呢也是刻意的招揽他们。就这样，他们叔侄二人无奈归顺了郑成功。很显然，这是一个无奈之举。他们叔侄二人对郑成功并不看好，师服归降以后，很快就退隐，只留下了施琅为郑成功效力。施琅确实很能打，也很会用兵，他帮助郑成功攻打潮州，袭取厦门，确实立了很大的功劳。这些都属于南明军队内部之间的战斗。后来的南明史大家顾城先生也说，郑成功在这时候的表现确实是有点不顾全大局。当时的郑成功急于解决自己军队中的粮饷问题，另一方面，他部队中很能打的施琅所部非常的热衷于打这样的内战。但毕竟郑成功跟施琅不一样，他打的内战只是手段，其目的还是为了反清。所以在后方稳定，粮饷得到充分的供应以后，郑成功就决定南下秦王。南下秦王这时候面对的就不是南明的队友，而是满清的部队了。郑成功刚做出秦王的决定，时任左先锋的施琅就向郑成功说咱们还是别去了，因为我昨天做了一个梦，好像不太吉利。郑成功知道这不过就是施琅找的一个不愿与清人作战的借口。郑成功没有说什么，只是让施琅交出左先锋的印信，交与他的副将苏茂，然后郑成功依然是率兵南下秦王。再后来，郑成功南下秦王失败，所以呢，就有人说施琅是预感到了郑成功这次会失败，所以他才不愿意随军出征的。这么说呢，我觉得有些牵强。如果施琅真有这样的智慧，预感到了此行的失败，在军事层面上与郑成功探讨，为什么拿一个如此牵强的理由说自己做了一个噩梦呢？从这些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来，施琅为郑成功效力期间，他所建立的那些功劳都是在郑成功打内战的时候建立的，而这些战役对于清朝人来说也是乐见其成的，因为他们符合清朝人在东南的利益，他们更希望看到南明军队之间的内讧。施琅实际上是帮助清朝人做到了这一点，而当要真正面对的敌人是清朝人的时候，施琅就退缩了，他不想与清人作战。或许他在那时候就为自己今后做好了打算，他心中仍然笃定，将来他的荣华富贵应该是系在清朝人的身上，而不是明朝人的身上，所以他身在明营，心在清。有人经常说郑成功性情暴烈，不善于搞与下属之间的关系，御下太严，他因为一点小事杀死了施琅的父兄，最后导致了施琅再一次的降清。这次他是被郑成功逼的。郑成功脾气暴烈确实不假，他御下确实很严，经常责罚他手下的将官，但在施琅这件事情上却是另有原因。郑成功南下秦王失败，撤兵回来以后，他并没有将以前施琅的将印交还给他，施琅等于是被剥夺了兵权。这一点呢，我想很容易理解。既然施琅不愿与清兵作战，而郑成功知道他将来的主要敌人就是清朝的话，那么郑成功不将兵权交予不愿与清人作战的施琅，不是完全合理的。但施琅自己可不这么想，他闹情绪，甚至对郑成功威胁说他要剃发。虽然说的是剃发做和尚，但在当时来说，剃发是一句非常敏感的词。郑成功仍旧安抚他，说你可以自己去招揽一些兵马，到时候我还仍旧让你当总兵，给你兵权。但施琅不同意，他仍旧到处发泄着自己的不满。再后来就发生了著名的曾德事件。曾德以前是郑成功的部下，与郑成功的关系非常不错。后来呢，他受施琅的节制，施琅被剥夺兵权以后，曾德觉得自己已经出头无日，所以呢，又投奔到了郑成功麾下，依靠他与郑成功以前的私人关系，做了郑成功的一名随护。施琅知道以后是大为愤怒，派人从郑成功的营中抓走了曾德，
郑成功知道以后，马上派人持令切勿问斩，而施琅的回答则是促令杀之。就这样，曾德的人头落地，也标志着郑成功与施琅的关系彻底的决裂。有人说，郑成功就因为施琅杀了他自己的一个马便，这样一件小事就与施琅反目，实在是得不偿失。但恐怕这些人没有搞清楚，曾德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亲兵，他曾经是郑芝龙以及郑成功麾下的高级将领。论级别，施琅根本就没有权利杀他。况且他现在已经是郑成功的麾下，郑成功又持令勿杀之，但施琅仍旧杀。别说郑成功脾气本来就暴烈，就是换一个人，自己的部下对自己这样公然的无视，能忍得了吗？施琅这样跋扈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郑成功麾下还有一名大将黄庭，不知因为什么事得罪了施琅，施琅竟然率军进入了黄庭的家中，把他们家砸了。黄庭知道施琅势大，不敢得罪，只能是偷偷的禀告给了郑成功。郑成功当时是忍了，并没有问施琅的罪。大家想一想，像施琅这样跋扈的性格，如果放在三国时期，恐怕他活得不会比吕布更长些。这一次，郑成功不想再忍了，所以他命人抓了施琅，并且抓了他的父亲和他的兄长。后来施琅在部下苏茂的帮助下逃到了清军的占领区，在那里公然的与满清人接触。在这种情况下，郑成功杀了施琅的父亲和哥哥施显。再以后，施琅第二次降清。大家看施琅第二次降清的全过程，首先是他不顾郑成功的将令，无故杀死了军中的重要将领曾德。在这种情况下，郑成功抓了他以及他的父兄，这并不为过。而后施琅逃跑，逃到了清朝地盘，与清人公然接触，意图降清。在这种情况下，郑成功才杀死了施琅的父亲和哥哥。而且施琅的父兄之死并不仅仅是因为施琅强行，还有他们自己身上的贪腐行为。他们的贪腐之罪其实也足以被处死。当然了，如果施琅真的好好的为郑成功效力，他们父兄的贪腐之罪自然也就不会再提了。这样的权谋之术，我想熟悉当今政坛的朋友们应该觉得不会陌生。以上就是施琅2次降清的过程。从这2段经历中，我们丝毫看不出他有任何的英雄行为。真正让施琅扬名立万的，那是他的攻台行为。这一行为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被无限的夸大，上升到了维护国家统一的程度。这样，施琅就成了英雄，甚至是民族英雄。当然了，这只是政治上的解读，而在历史层面上则完全是另外一种解读。在《康熙王朝》这部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是当平台成功以后，康熙皇帝竟然去祭拜明孝陵，是想告慰明朝的那些皇帝们，台湾我们收回来了。这似乎是想说明康熙皇帝是一个希望一统天下的英明君主。在电影《英雄郑成功》中还有这样一个情节，说当郑成功决意攻台的时候，当时的顺治皇帝下令清军不得抄郑成功的后路，让郑成功放心攻台，以期完成国家的统一。这些情节看起来很感动，但可惜都是假的。顺治皇帝下令清兵不要抄郑成功的后路，并不是因为台湾，而是因为他们在这之前被打怕了。在这之前，郑成功从南京败退以后，清朝人觉得趁你病要你命的机会来了，所以组织了大军，准备全歼郑成功的军队于金夏两地。但郑成功调整兵力，在金夏与清军展开了决战，一举歼灭了清军的大部分水师。清军的主帅达素据有些史料记载，在此战之后畏罪自杀，这可能也是清军南下以来遭遇到的最大的失败。所以在以后郑成功决意攻台的时候，清军已经被打怕了，而且他们训练已久的水师已经被消灭大半，他们没有实力进行骚扰。那么康熙呢？康熙会不会去孝陵拜祭那些明朝以前的皇帝们，告诉他们台湾回来了，国家统一了？当然不会。究其原因很简单，但也很敏感。我和很多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朋友们一样，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这话没错，但很不严谨。自古以来，这个古到底应该是从什么时候算起？明朝当然算古，但明朝的时候，台湾是中国的吗？
明朝开国的时候，朱元璋就确定了15个不争之国，其中呢包括日本、朝鲜、安南就是越南，还有大琉球国、小琉球国。大琉球国就是后来的琉球国，再后来的日本冲绳，而小琉球国指的就是台湾。这些国家呢都是明朝的邻国，朱元璋要求他们只要朝贡就可以了，明朝承诺不会对他们进行征伐。日本、朝鲜包括大琉球国都是定时的朝贡，而小琉球国呢，也就是台湾，则是不通往来，不曾朝贡。也就是说，那时候中国的中央政府与台湾根本就没有什么联系，对台湾的了解也非常之少，所以才认为琉球国更大一些，台湾更小一些，将台湾称为小琉球国。既然是不争之国，那也就是说，他们对于明朝而言是外国，并不属明朝管辖，也不在明朝的版图之内。我们以前的历史书提到，从宋朝开始，在澎湖地区就设立过澎湖巡检司，宣布了对这一地区的主权，但澎湖巡检司只管辖澎湖地带，并不包括台湾。所以如果你说台湾西边的澎湖列岛从宋元开始就是中国的领土的话，那说得过去，但台湾不是。有人可能会问，澎湖列岛与台湾相隔并不是很远，为什么那时候的中央政府对澎湖还能够进行一些管理，而对于台湾却是鞭长莫及呢？虽然澎湖列岛与台湾相距并不是很远，但因为台湾海峡有一个非常强的南北向的海流，所以在没有动力船的时代，很难从西向东，从澎湖穿越台湾海峡到达台湾。这可能也是在那时候台湾被隔绝的原因之一。明朝时期也曾经设立过澎湖巡检司，但后来因为实行海禁政策，澎湖巡检司就被撤销了。后来又因为海盗猖獗，又重新设立了澎湖巡检司，但不久以后又再次被撤销。对澎湖列岛的管理尚且如此，就更不要说更遥远不通往来的台湾了。有一件事非常有意思，当年荷兰殖民者首先占领的是澎湖列岛上的岛屿，想以此作为他们远东贸易的据点。当时明朝的官员就上岛与荷兰殖民者进行交涉，当时一名福建的官员还告诉荷兰殖民者说，你们不就想要一个立脚点吗？在澎湖以东还有一个更大的岛屿，你们可以去那里，那里不归我们管。这样荷兰人才在台湾岛的南部建立了一个热兰遮城，开始了对台湾38年的统治。有人说，在荷兰人之前，台湾岛上已经有很多的华人，他们在那里开发、生产、生活。当然了，也有一大部分是海盗，因此就可以说台湾那时候是中国的。这么说显然是不合适的，不能说这个地方中国人多，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中国的。世界很多城市都有 Chinatown， 那里的人大部分都是中国人，但你总不能说 Chinatown 是中国的吧？新加坡的主体民族都是华人，你总不能说新加坡也是中国的吧？确定一个地区是不是属于中国的领土，要看这个地区与中国的中央政府有没有行政隶属关系，中央政府有没有对这个地区实行有效的管理，他有没有派遣过官员等等，不能只看这个地区是不是有中国人。我们在历史书中还学到，三国时期东吴的魏温就曾经到访过台湾，以此来证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魏温确实有可能到过台湾。台湾呢，在当时叫益州。魏温的目的地其实并不是台湾，他是奉孙权的命令，为孙权到遥远的东方寻找长生不老药的。孙权那时候岁数也大了，一般帝王到了他这个岁数都要吃药。魏温带着1万多人的船队就这样下了海，他们并没有到达他们希望中的目的地，有可能是现在的日本，误打误撞的最后飘到了台湾岛。那时候台湾岛上住的都是当地的一些土著，魏温在岛上劫掠一番，当然了，也劫掠不到什么东西，最后只是掳掠了1000多名的当地土著人带回了东吴。回到东吴以后，孙权很生气，这次1万多人的出行所耗巨大，但收获很少。孙权因此还治了魏温的罪，并没有因为魏温到了台湾而将他说成是民族英雄。魏温只是到过台湾，然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他恐怕也不知道怎么回去。总不能因为到过一次就将这个地方称为自己的吧，这似乎是有点不太讲理。我们课本上经常说郑成功收复台湾，我觉得收复这个词用的并不准确，收复是拿回本来属于你的东西，但很明显明朝的时候台湾并不属于中国。如果一定要说收复的话，我觉得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去考虑，
是郑成功收复他们郑家的台湾。因为毕竟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曾经组织大量的福建人移入台湾，在台湾开发建设，台湾也曾经是郑家实际控制的地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郑成功是来收复他父亲的基业，这倒有点说得过去，其他的说法恐怕就非常勉强了。所以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在上一集中我提到这次历史事件的时候，说的是郑成功打跑了荷兰殖民者，占领了台湾。我知道我这么说，可能很多朋友，特别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朋友，觉得难以接受。毕竟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自古以来都是收复。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这样说是放弃了一个中国人的立场，替别人说话。有些人会非常愤怒，他们一边会毫不吝惜地给我发几顶高帽子，一边又会毫不犹豫地取消关注，并发誓永远不看 Frank 的节目。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喜欢历史的人，他首先要具有一个诚实的面对历史的勇气，不能让历史为政治风向所带动。政治风向经常是变幻莫定的，站在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风向，随着时间的变化，风向也会随之变化，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如果历史被这样的风向所带动的话，那么历史就真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那么我们怎么还能看到真正的历史？我们怎么还能喜欢历史？难道我们要喜欢那些虚假的东西吗？我们如果无法诚实的面对历史，对个人来说就像是无法诚实的面对自己的过去，而如果无法诚实的面对过去，就永远无法得到一个诚实的未来。那么如果康熙皇帝并不是为了国家的统一，那他为什么一定要攻打台湾呢？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郑成功以及郑成功的后人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反清复明的宗旨。这对于康熙帝来说，台湾也就成了他们的心腹大患。在台湾这个地方，当时的汉人还着明朝的衣冠，没有剃发，还用着永历的年号。他们的存在对于康熙来说就是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他一定要把他们铲除干净。所以康熙攻打台湾并不是为了什么国家统一，而不过是为了他们家天下的安危。在施琅攻打台湾之前，清廷和郑成功谈过很多次，清朝开出的条件还很宽松，可以让郑成功在台湾立国，让他逍遥其间，与人无争。说称臣入贡可也，不称臣入贡亦可。满族人是农耕游猎的民族，他们一向是重入青海，台湾这块土地那时候还不适合耕种，所以对于清朝人来说没有任何的吸引力。康熙就曾经说过，说台湾属海外地方，无甚关系，还说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因为郑成功一直坚持他的华夏义耻，坚持不剃发，所以清朝才想除掉他。而且呢，还曾经联合荷兰殖民者一起夹攻郑成功。在最后这些尝试都失败以后，才在台湾发生内乱的时候让施琅攻台。甚至是在施琅平台以后，康熙还在考虑是不是将台湾送给以前的那个荷兰殖民者。由此可见，当时的清廷根本就不在乎台湾的主权归属，他要的不过是打垮郑家集团，去除自己的心中大患。那么如果康熙不是这样想的，是不是施琅真的有这样的民族大义，他真的是这么想？那就更不是了。施琅攻台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他自己。他是一名水军的都督，如果不攻台不打仗的话，他凭什么建功立业？他凭什么能做到后来的靖海侯？只有攻打台湾，施琅才有了用武之地。他当然更没有什么国家统一的意识。施琅在平台以后，曾经与滞留在台湾的荷兰和英国人商量，希望与他们达成协议，施琅可以将台湾归还给荷兰人，但条件是荷兰人和英国人要在福建和台湾领域做生意，把福建和台湾领域作为他们的贸易集散地。而施琅同时向康熙皇帝建议继续实行以前的海禁政策，其目的就是让外商只能在福建、台湾与中国做生意，而当时的福建、台湾地区又牢牢地掌控在了施琅家族的手里。所以施琅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他的家族在贸易中的垄断地位。清朝人意识不到大海的重要性，他们不觉得迁界近海会怎么样，觉得并没有损失什么，毕竟他们是出自于内陆地区，对海洋不了解。而施琅呢，他生在海边，长在海边，一生都没有离开大海，
他知道大海的意义，知道大海对一个国家民族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为了一己私利，仍然上表希望朝廷继续实行海禁政策，可谓其心可诛。他的这一建议并没有得到荷兰当局的同意，最后只好作罢。有人说施琅有一个非常大的功绩，足以成为民族英雄，就是在康熙在考虑放弃台湾的时候，施琅与姚启圣分别上书，希望康熙收回成命，不要放弃台湾，由此才将台湾保留在了中国的版图之内。施琅当然不希望放弃台湾，台湾的一大半领土都是他的，他在台湾收税有一项专门是交给他的，叫狮侯税。他平台以后，大量的施家人迁入了台湾，在台湾掌握了最主要的资源。所以说呀，施琅攻台并不是出于什么民族大义，这和他2次降清一样，都是为了他自己。这样的行径怎么能算得上是位英雄？他又拿什么和郑成功相比？当代的儒家蒋庆先生对施琅有过这样的评价：施琅是明之二臣，而非英雄。就当时情势论，明是下，清是夷。明是中国正朔所在，清是外逆，故施琅降清于文化上是弃下归夷，于政治上是明正统之叛臣。有些人表示不同意，有一位学者陈明曾经这样说过，说历史是生长的。他认为满清刚入关的时候确实是野蛮，确实是蛮夷，但后来经过一段时间，他征服了中国大部分的版图，然后他又接受了汉文化，满族也就因此成为了中华大家族中的一员。所以说历史是生长的。清朝的前期与清朝的中后期是不一样的，以前它是蛮夷，到后来就成了正统，这我就觉得很奇怪了。如果他真的接受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什么还要搞剃发易服呢？为什么还要搞文字狱呢？是不是练练书法，写几首歪诗，就算是接受了中华文化了？这样看待历史，就是不在乎什么文化之变，不坚持什么道德气节，谁实力强大，疆域广大，就效忠于谁。按这个逻辑来说，那当年日本侵华的时候，如果日本已经占领中国大部分的地区，那么日本是不是也就成了中华正统？那当时蒋介石线上的国民政府是不是就变成了割据政权？谁要阻碍日本人占领全中国，就成了破坏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的罪人。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在岳王庙中已经跪了几百年的秦桧，真的有可能由此站起来了。他会拍拍自己膝盖上的土，揉揉发酸的膝盖，对坐在上面的岳飞说：“来吧，现在我们要换个位置了，我坐着，你跪着。”而当岳飞真的跪下的话，那么跪下的又仅仅是岳飞吗？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